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许。大家看我老吗？我是1982年出生的，现在呢娶了一个比我小15岁的一个老婆媳妇儿。很多人在直播间里边都问过我这个问题：老许，你为什么娶的老挝？你为什么离的婚？我都选择了逃避这个问题，因为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，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一些黑历史，跟很多普通人的心理是一样的。今天呢，我也自己来扒一下我的黑历史，让更多的朋友来认识我，来了解我。我是出生于1982年，在河南，生在一个河南小农村嘛，河南濮阳的一个农村。我有2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姐妹4个人。我做过很多职业，比如说保安，也做过服务员，在饭店里面蹬过3轮车，拉过板车，卖过蜂窝煤，等等等等。自己呢也做过小生意，当然我父母也是做小生意的。我记得我妈给我讲过一次，他们那个时候做小生意都是手提着那个竹筐去卖汽水，几分钱一瓶，5分钱一瓶，包括几分钱一块的那个雪糕，5分钱一块，3分钱一块，就那个雪糕，估计80后都能记得。我出生时，我爸爸属于一个老年得子的一个年龄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农村呢，重男轻女比较多，所以我小的时候被父母溺爱，一直到我16岁的时候，初一都没有读完，然后就选择了辍学。当时我回到家里边，就跟我爸说了一句话，我说爸，我不想读书了。我爸说，你不想读书，那就回家薅草吧，去拔草。然后我就跟我爸去地里面去拔草，就这样也就结束了我的学业，永远毕业了。也就是接下来给大家聊一下我的第一份工作，也就是保安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，北京。那个时候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去做保安。我到北京的时候，就跟现在阿里刚回到中国时那个表情是一样的，眼睛完全都不够用。面对着高楼大厦、灯红酒绿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。在军训的时候，军训了3个月吧。我记得当时我爸给我写了一封家书，我爸开头是这样写的：儿见字如面。不说了，我说不下去，因为我当时真的是那个眼泪把整封信都给流失掉了，因为当时军训真的是很苦很累，什么站军姿啊、学鸭子走路啊、走正步啊、用拳头做俯卧撑啊，当时做的这些拳头里面都是小石子儿。所以来说，当时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真的是泪如雨下。也一直到现在吧，我都不敢去唱那首歌曲，一封家书那首歌曲也想唱，但是不敢唱。每个人都一样嘛，只有面对自己的父母、面对自己的亲人的时候，才能放声大胆的哭出来。做军训了3个月之后，我也就上岗了，去做了一名合格的保安。当然，做保安做了1年，我就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我爸当时就说：“你不做保安，那你要学门手艺呀，以免你以后不会饿着，艺多不压身嘛。”然后我爸就通过朋友的关系，给我找了一个，在我们当地
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羊肉汤馆，然后我就去了之后，就从刷盘子、洗碗、拖地、做学杂工开始，然后做了3个月的学杂工，就开始切菜、切墩儿。后来就是因为跟同事打架，也就没有在那里做了。再后来就是认识了一些朋友，就在我们市里边。那个年代都流行看那个香港电影、古惑仔电影，看多了自己就感觉自己像电影里面那样可以出去混社会了。其实现在自己想想都感觉特别的幼稚，幼稚到可笑。在市里面混了2年吧，也就灰溜溜的回到了家里。当时的我就跟现在的大 V 子是一样的，你说什么他都不听，反正就是叛逆心理特别严重，父母让做什么不做。回到家后，我妈就开始给我安排相亲，有时候一天见2个，有的时候一天见1个，也有的时候当个月见1个，反正总之就是别人看得上我的，我看不上别人；我看得上别人的，别人看不上我。这刚才接了一个电话，相亲相了有10几次之后，自己就放弃了，后来就开始了我浑浑噩噩的人生，一直到19岁那年，家里边发生了大的变故。我这辈子不会忘记我19岁那年的经历，真的不会忘记我19岁那年的经历。好了，今天先给大家聊到这里。大家对我前半生感兴趣的，明天我就接着聊一下我19岁那年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接着扒我自己的黑历史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明天再给大家接着聊。